独立大队目前所处的位置，对我们十分不利。他们若撤离龙口，可以直接移至陶家场长江渡口，江南有共产党颍中特委领导的新四军队伍。他们若铤而走险，攻击龙口，抢救红缨，也是件十分容易的事。这支队伍的战斗力，你应该十分清楚。你有什么应对方案？同时命令鲁高发部和刘金彪部，一部在龙口实施戒严，一部在陶家场一线设伏。不可取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，我们就随了日本人的愿了。可是，多种迹象已经表明，独立大队十有八九会兴兵抢救红缨，因为谁都知道师座你军法如山，而且又是死刑。你想想这个后果。爸爸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爸爸在办公，你去睡吧。那虎子要陪爸爸办公。哎，师座，虎子，办公是大人的事，你赶紧去睡觉吧。我就能办公，我还有情况要报告呢，你们听不听？柳阿姨那伙人好凶啊，冲进教室就抓老师，好多女同学都被吓哭了。我一看不好，就跑去找洪阿姨。你为什么找洪阿姨啊？因为洪阿姨是爸爸最信任的人。虎子，下来。虎子，爸爸要考考你，你怎么看白天的事啊？那还用问？是柳阿姨他们找的事呗。他们凭什么冲进课堂？凭什么说我们课文不好？凭什么要抓走老师？爸爸不是说过课堂是神圣的，老师也是神圣的吗？爸爸，我要是你啊，有这么多兵，怎么样啊？就把柳阿姨那伙人全部抓起来，然后押到野地里枪毙。当然，柳阿姨除外。好儿子，真像你爸的性格。可你得记住了，你爸是专杀坏人的。是。报告完了吗？完了。好，你的情况非常重要，睡觉吧。是。去吧。参谋长，绝对不能向鲁高发和刘金彪下命令。那独立大队要是有所行动呢？让他们把红缨救走，我的部队不许还击。师座，这是红缨逃命的最好办法。红缨仇视国民党，以他的个性，开枪伤人不是没有可能。我验过他的枪，如果这些被证实，红缨就没机会脱身了。红缨和他的独立大队虽然脱离了我们，可他们不会停止抗战。我也无权向红缨和这支抗日武装开火。师座，我理解你的两难，我同意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在师部值班，有事我叫你。好。抗战，抗战！谭总，侍卫长刚才还在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意料中的事。哎，抗战，抗战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偷听到了萧雨桐参谋长的讲话，他们正在商量如何调动部队，应付我们独立大队。我就知道这个萧毅迟早会对咱们独立大队下毒手。特委怎么说？消息还没有回来，看样子等不及了。这样，这里我下命令，立即行动。我同意，必须救出红缨姐。好。哎，你现在立即回独立大队通知老周，告诉他们立即行动。我和抗战去救红缨，之后跟你们会合。快点，抗战，走走。你这个人，我有印象，可我咋个相信你说的是呢？吕作对我有印象就好办了。吕作，请看。占据翁长官的店里。是的。淞沪市中共党分子暴乱，萧毅优柔寡断，贻误战机。秦班长只好向战区报告，让翁长官就近命令刘旅长的部队伏击并且歼灭暴乱分子。
这时候我咋个向肖师长交代啊？有战区电令在手，吕作还怕什么？再说了，萧绎已经决定要处死红英，独立大队必反。吕作有的是功，而不是过。大哥，你还犹豫个啥呀？那战区不比他萧绎大？咱们终归是国军，那总得听战区的调遣吗？想当初我们2000弟兄被这萧绎200人就收编了，弄得个不伦不类。现在战区追到我们了，给老子还不做出个样子出来看呀？许团副一语中的啊！经此事变，淞沪师势必土崩瓦解。可是这营中的抗战，还是要有人来主持的。新的任命权虽然在翁长官的手中，可这成绩还是要刘旅长自己做出来。你们听着，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。你们现在是人质，看在咱们朝夕相处的份上，我们的行动一旦结束，一定会放你们回淞沪师。但是有句话，我得说在前头，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的配合。行动开始，出发。支队长，把门打开。没师座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接近此地。我今天非要开门呢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兄弟，我不为难你，把门打开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快，开门！进去！蹲下，快蹲下！黑姑，红英姐，快跟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这个萧绎和军统文已经联手，准备对你和独立大队下毒手了。咱们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，先撤出龙岗再说。萧绎和军统联手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啊，把咱们都消灭了，那就是证据。是的，红英姐，我偷听到师座和参谋长的谈话。萧绎绝不会跟秦淮喜联手，最多也是真相不明。你们怎么不想一想？你们劫走了我，再带走独立大队，正好给秦淮喜留下了兵变的证据。大队呢？按计划已经撤离龙岗了。黑锅，你目无组织，你在利用职务犯罪。红英，洪大队长，哎，你也太武断了吧！哎，你成天关在这黑屋子里，你知道外面出了多大的事儿？抗战，别啰嗦了，带走队长，先找上大队再说。出了天大的事儿，我黑姑一人扛着。红英姐，你就听黑姑哥一次吧，再不走，你真的很危险。走吧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天亮之前一定要占领陶小场渡口，接应大队长，快！师座，独立大队已经向陶家场一线转移，红英也被抗战他们劫走了。伤人没有？目前还没有，只是我们安插在独立大队的军官，全被他们当成了人质。我相信红英不会为难他们，也好，这是平息事态最好的办法，起码给了我判断事情真相的时间。九鼎，这件事情，师座，放心吧，除非真相大白，否则我绝不会吐露半分。知我者九鼎也。去吧，我累了，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是。有情况，准备战斗！站住！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呀？我说你喊个什么话？那明明就是独立大队的。这下好了，伏击战变遭遇战了。闭嘴！你长点脑壳！独立大队这么大动，你小爷会不晓得？后边为啥子没得追兵呢？那你说为什么？
胜利以来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我们要不跟独立大队交火，洪长官那儿没法交代；要是跟他交火，又不是小义的意思，我们两头都没法做，懂吧？哎呀，大哥呀，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，那咱现在怎么办？少啰嗦，继续看话。前面的人听着，我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。我们这是79旅的防区，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，这里通过任何部队。我们刘旅长说了，你们立即放下武器，解除武装，由我们护送你们回到师部，叫肖师长处理。走。大旅长，回宫。快走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前面是刘金彪的79旅，正在喊话呢。看明白了吧？这就是萧毅安排刘金彪打的伏击。裴公，你冷静点，打伏击用得着预先喊话吗？我冷静，队长。哎，难道你要我们缴械投降？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同79旅交火。我跟刘金彪谈谈。刘旅长，我是红英。大哥，是红英，战区和金二校灭的就是他。队长，小心！啊！裴公，你鬼儿想害死我啊你啊！裴公，裴公，我没事。刘旅长，我的战友已经被您打伤，请你警告你的部下，如果再敢开枪，我们独立大队一定血拼到底。刘旅长，你误会我们的来意了，我是想率独立大队回龙口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跟在后面，但是必须离我们300米以外。若不然，视你为侵犯，我们独立大队一定还击。老大，咱一个旅消灭他一个大队。放屁！放屁！啊！洪长官再大能爪子啊？县官不是县官，我们要听小义，你懂不懂？那咱也不能放屁！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听我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洪大队长，听好了，我现在就听你的，但是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，你要把你的部队撤回龙口，向死座请罪，否则我按军法论处。团长，继续监视刘金彪的部队。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必须把部队带回龙口。姐，部队已经离开龙口，你再回去就更危险了。放心吧，部队会安全的，姐也会没事的。好吧，姐，我听你的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我都跟着。嗯。松绑。是。兄弟们，萧毅派你到我们独立大队来做指挥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。我们独立大队的战士，你们应该很了解。若你们还有良心，若你们不想让兄弟之间火拼，那好，你们听我的命令，你们各自回你们的中队和小队，马上整队返回龙口。是，大队长。好，快点。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，并没有出现班长你期待的混战局面。现在刘金彪已经尾随红英来到了龙口。刘金彪这帮杂碎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整个一个3家姓吕布的面主啊！今天他投向谁，他明天又投向谁，简直让人琢磨不定。班长，咱们得想法子应对啊！刘金彪要是把什么都给说了，萧毅肯定会迁怒于我们。再说，他对战区翁长官又那么仇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去哪儿？去司令部？你现在不能过去，萧毅一定正在火头上，你现在去了太危险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只有先过去看看，见机行事才为上策。哎，班长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我要是不回来，那就真的被暗算了。这其中也包括师座你。洪大队长，
你的独立大队没有同79旅发生冲突，并且迅速回到了原驻地，师里将不视为反叛。这个嘛，师佐和我都可以向你保证。但是你还要回到禁闭室，等候处罚。师座，我执行你的命令，但是我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：79旅包围独立大队，并枪伤黑姑，是你的命令吗？是我的命令。枪伤黑窟实属意外，日后一定会真相大白。你先回禁闭室吧。刘旅长，到。是谁命令你阻截独立大队？报告师座，在营中，除了你小师长，没得人能调动我的79旅。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是。师座可能还不清楚，在我的陶家场防区，通宵有一支精干的巡逻小队，延伸至10至20里以外进行巡逻，其他部队也整裹待旦，以随时应付紧急情况的发生。独立大队这么大的行动，不可能不被我的巡逻小队发现，所以，看来刘旅长忠于职守，带兵有方啊，那师里倒真是疏于详情了。好吧，折腾了大半夜，弟兄们也都累了，赶快回陶家场休息吧。是。不过师座，北子这次到师部来还有2个意思。一是想看看这个事件的结果如何，二是有个问题，想请师座做个明确的表态，这也是我们全旅官兵的意思。有话直说。师座，在龙口发生了洪大队长枪击刘芊芊小姐的事件，在我们陶家场也听到了这个传言。我想听一听师座对这个事件是如何处理的。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这是师里决策的事。刘旅长还是安心陶家场的防务吧。参座，既然师长不肯明确表态，那我回去只好跟弟兄们实话实说了。刘旅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参座，若是师座能对红衣伤人事件严于军法，那么我79旅3团1营2连1排排长邱有才的死就不冤枉。刘旅长，你说的是那个玩忽职守的邱排长？正是。师座，刘旅长深明大义，高风亮节，既为军法，应该不分上下亲疏，一视同仁。秦班长，这件事情不是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吗？还要什么结果呢？特别班执行任务却遭独立大队围攻，柳芊芊同志被红缨开枪所伤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啊。好了，刘队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谢师座对我们79旅全体官兵的器重，卑职告辞。师座，恕秦某不公之罪。若不是柳芊芊是秦某属下，秦某无职无权，理当为局外人。刘金彪都走了，你也该走了吧？是，师座，秦某的话已经说完，绝不会再给师座添麻烦。
告辞。前面，站住！是我呀，不认识了。哦，杂货流嘛，这么晚还进货啊？哎，兄弟这就不懂了，这白天人杂呀，晚上进货反倒安全一点。赚点钱真不容易。小本生意嘛。哦，这个给兄弟们解解馋，别跟我客气啊。好，打开吧。走吧。大哥，还是你狠呢！不声不响的就把萧毅给逼到墙角去了。你以为我能让求财白死？毕竟是我们从川里带出来的弟兄，可怜啊，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，倒死在他萧毅手里，这仇我能不报啊？是，大哥，红英这小娘们这个事儿，可够他萧毅喝一壶的啊！咱全师上下可都看着呢。所以啊，我们没给他交出是对的，一则萧毅根本就没这个意思，倒有放他一马的意思；二则我们真跟他交火未必拦得住。再说，我们跟共产党有啥仇啊？也是啊，大哥，你看那姓秦的在大堂上啊，吓得都快尿裤子了。你为什么不跟萧毅明说呢？是姓秦的传达战区的命令，让咱们围剿叛军呢。你懂啥子啊？你白长一身肉，就是不长心眼儿啊！萧毅恨翁长官，恨得牙根都要出血了。再加上姓秦的搅和，我能说吗？说了我们就成了叛军了。老大，你可别小瞧萧毅，他未必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不求他相信，只求没得把柄落在他手头就行了，晓得不？毕竟翁长官和姓秦的是正路货，我们得罪不起。走。对对对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红英真是一时冲动，对柳芊芊开了枪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跟黑姑事后做过调查，战士们都说没有见过红英开枪。既然大家这么肯定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。我打算亲自去见萧毅。师座，刘金彪的事只能先忍一忍。他跟我们本不会同心同德，现在又有秦淮喜在背后暗中怂恿支持，这些个内幕慢慢会调查清楚的。眼前最棘手的还是对红英处罚的事。他没能如师座所愿离开松虎市，反倒又回来了，让事情更加复杂。他的人品难得可贵啊。的确，可从刚才刘金彪的态度看，师座真的是爱莫能助啊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法纪出，令必行。为避免事态扩大，立即对红英执行死刑，平息事态。你想过没有？动了红英，刘金彪是平，独立大队怎么办？独立大队既然能被红英带回来，就绝不会妄动。师座，我是参谋长，这事就由我来办吧。究竟不敢妄加猜测师座对红英的感受，只能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是让人无奈而不能两全的。你就放权让我处理这件事，你自己减少些伤痛和愧疚吧。山麻子，你立即组织行刑队，天亮后执行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是中共影中特委书记张柱，我想见一下萧师长。可我们师座已经休息了，参谋长有令，今夜谁都不能打扰他。我有要紧事情要和他商谈，麻烦你传达一下。这什么事儿？
冷副官，共产党有一个什么书记非要见师座。冷副官，人命关天。好，你跟我来吧。放行。肖将军，你应该清楚，当初独立大队接受你的整编，红英是我亲自送到你身边的。今天他身处绝境，居然是你要下令处决他。我身为他的领导和同志，我有责任和你讨论这个问题。红英犯的是我的军法，不是你的党纪。军法虽严，但还要实事求是吧？事发之后，我验过他的枪，这还不算事实吗？肖将军，我不客气地说，只怕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，红英会真的开枪伤了那个军统女人。你这是拿红英的生命来做你治军的筹码。来人！送客，走。肖将军，今晚我来见你，最后留个一句话：日本人怕你，国民党恨你，不要再让共产党对你敬而远之。站着。去看看他吧。长河，洗个热水澡吧，放松一下。傻娃子，到，随我去禁闭室。是。英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特委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想出更为有效的办法。张书记，我最欣慰的就是独立大队终于安全了，但是要提醒同志们，一定不要放松警惕。秦淮喜的军统特别班在淞沪市，以至于整个颍中，都是一股非常危险的势力。我错就错在低估了他们，给党造成了损失。你不用自责，我在这里不能留太长时间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对付萧逸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的预感，也许来不及了。我不许这么说。这位先生，可否请你回避一下？参谋长，这是我们颍中特委的领导张柱先生，正好可以做个见证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洪大队长，你目无军纪，聚众闹事，并且开枪伤人，对此你有异议吗？我不服，我要申诉。淞沪市战时军法条例不给予申诉的权利。那就是军法条例。依据淞沪市战时军法条例，对你上述罪责进行宣判，执行枪决。今晨6点执行。淞沪市参谋长李九鼎，请你准备一下吧。站住！先生，这里是淞沪师，不是你的特委。我也警告你和萧逸，红英是我们颍中的女儿，你们无辜枪杀她，就是在破坏颍中的抗战大业。希望你们能想清楚后果。我们这些老军人不怕威胁，有什么话你们赶紧说吧，这可能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。
长河，我来郢中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有些事情啊，我也是看在眼里，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就拿说红英向柳芊芊开枪这件事上，红英承认了吗？你呀，只顾言于军法，冲动，根本不给人家红英解释的机会。要说柳芊芊向红英开枪，我倒是信；说红英向他开枪，我还真不信。长河，我是女人，也是你的妻子。其实我有感觉，柳芊芊爱慕你。你现在身边又突然多了个红英，你又那么欣赏她，她当然受不了了。她这样呀，很容易被人利用的。长河，今天你既然能听我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那你就别怪我多心。相处了这么多年下来呀，柳芊芊是爱慕你的，我早就有感觉。你呢，也不用太顾及我的感受了。你是男人，是将军，血雨腥风，金戈铁马，多个红颜知己啊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只是我担心的是柳芊芊的所作所为，会影响到你的声誉，会让真正亲近你的人跟你离心离德。长河，你能清楚地记得你身上有多少伤疤吗？当然记得，每一处伤疤都是一次生死的记忆。不但记得，我还知道伤我的子弹是从哪个方向飞过来的，甚至子弹的型号。你并没有看见这些子弹和弹片是从哪儿飞来的，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型号呢？有的是靠声音的辨别，有的是靠伤口的形状。长河，你干什么？大哥，验他的伤。是。山麻子，黄大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跟我走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出去。走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必须跟我走。我姐夫现在已经糊涂了。黄大队长，你救过我的命，让我为何乡报了仇，这次我应该还给你。走。山麻子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明明知道是秦淮喜暗算独立大队，我已经冒失了，你怎么还能冒失？我既然把大队还给了师座，我就不可能跟你走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救不了你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走。举出的什么胆头？不让你。林大队长，时间到了，请吧。英呢？共产党好样的！山娃子，谢谢你。走吧。
姐，我不怕。我说过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永远都不怕。胡旅长，地方大了。行进队，预备。班长，班长，快醒醒！班长，什么事这么紧张啊？萧毅的副官冷山娃已经到大门口了，来了几个人呢？就他一个，说是要见你。没什么异常吧？没有。带我去看看。是。冷副官。怎么站在外边？进去坐坐吗？不了，秦班长，已经搅了你的好梦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师座让你特别班所有的人，包括柳芊芊，马上去司令部集合。冷副官，请稍后。好。坐吧。师座，秦某已经知道将要面临的结果了。你还没有完全知道。今天在座的有国民党，也有共产党。你们一直把我萧毅当成是天平，今天我这个天平终于开始倾斜了。参谋长，宣布我的决定。是，师座。第一，所谓红英枪击柳芊芊事件，经鉴定，纯属有人暗中做手脚。柳芊芊，你中枪不假，但你能不能证实，子弹不是从红英的枪中射出的？柳同志，你就照实说。我可以证实。好，你坐下。这件事，师里决心严查，一经查出肇事真凶及幕后指使者，必将严惩。现在，我宣布第二件事：自即日起，特别班秦淮喜等5人，未经师里许可，不得随意出入军营、防区及所有社会团体、学校、群众集会之场所。一经发现，将礼送出境。酿成事件者，重责不贷。师座，这个局面的出现令人遗憾，我只能电告重庆和战区长官部了。电告，你就不能有点新鲜的了？这第3件要宣布的是，师里决定成立政治部，由红英任政治部主任兼师职独立大队大队长。死去影城要速去速回，师部等着你的情报，制定作战计划。是。抗战，此次红英蒙冤，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，还差点成了我的枪下鬼，有没有怨过我？嗯？师座，抗战头脑简单，过去的事情啊，就什么都忘了。你可是我的侍卫长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和红英成了仇人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师座，谁抗战我就站在谁的一边，因为我叫抗战。这小鬼头！对了，我说要赏你的，你看，没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，
去找参谋长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行赏。是。去。红英姐，你让我好找啊。抗战。明天去影城执行任务，准备好了吗？有啥好准备的？又不是头一次来去自由。可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找我有事吗？哦。师座让参谋长赏我10块大洋，一切缴获要交工。红英政委，交给你了。这可不算战利品，自己留着吧。我长这么大呀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大洋呢。留着吧，留着以后自个儿娶媳妇用。还是你替我保存吧，将来有一天我真的能娶上媳妇儿，我就让你给我做主，你给我操办。看我抽一炮！赖皮狗一条，没钱还想蹭烟头，滚！王八蛋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啊！陈会长在世的时候，你们见了我4口子，还不跟见了爷似的。什么他妈玩意儿！真的看清楚了？没错，黄先生，我这张狗眼你还信不过吗？他是萧毅的侍卫长，身边跟得最紧的人。莫非萧毅混进城了？他胆子也太大了。来了吧？来，坐下，先歇会儿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哎，一刻都别耽搁，师座跟洪大队长还等着情报呢。放心吧，误不了。萧毅进了城，他这个人很自负，真的有这个可能。全城戒严，先抓住那个侍卫长。嗨。我现在就让太尉给你取下。里边人听着，你们被包围了。哎呦，不想例行搜查。我搜，快，走后门。你是老板？我是。他呢？这是我店里的小伙计，我让他到外边收账去了，刚回来，我在这儿给他对对账。对账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进来。哎，黄先生，去。哟，这不是萧将军的侍卫长抗战兄弟吗？带走。
先生，这实在等不住了，您先赏几个。哦，谢谢黄先生。别动！别动！抗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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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，快！抗战！兄弟，别开枪！别开枪啊！快放了他！别枪！放！快开枪！快放人！放了他！快！抗战！走啊你！走！快走！开枪！你别动！小兄弟，你把枪放下，放下啊！什么话咱们好说，你把它放了，放了！别说了，开枪！抗战为了掩护，英勇的牺牲了。有什么？刘家洼战斗中抓的小鬼子呢？报告师座，押在鲁团长那儿。刺刀挑了胃口。师座。是。站住！人头给老子留下！是。填土吧。抗战，师座，抗战他已经，师座还有什么吩咐？王大队长，他正带着独立大队安葬抗战呢。安葬？是的，是抗战生前用过的东西。叫鲁国发过来。是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再陪他一会儿。
师座，你找我？国发，几场仗打下来，我们又阵亡了不少弟兄了。是，从各辖区报上来的，已经有几千人了。我们只顾着打仗，没能顾上阵亡将士的亡灵，知道吗？古时候，这里是楚国的疆土。传说有一年，楚庄王亲率大军问鼎中原，陈兵漯河。就在当天夜里，落水咆哮，白浪滔滔。将士们感到惊恐不安，庄王急忙招来军中技师，问其究竟。技师说，这是因为连年征战，阵亡将士的亡灵无所归处而发出的哀嚎。师座，那后来呢？庄王下令设坛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，可经此一折腾，将士们思乡厌战，庄王只得下令罢兵还朝。他楚庄王可以罢兵还朝，可我们却不能罢兵营中战场，可再也不能对不起阵亡的将士了。高发，立即帮我办2件事。请师座明示。传我命令，今后凡我阵亡将士，绝不允许卷席筒子，必须与棺木安葬。除了采办木材、赶制棺木以外，要发动当地老百姓迈出城关。当地有个乡俗，人过5旬，都预备着棺木。2，由你亲自监工，开辟一块空地，盖一座纪念碑，就叫中国陆军淞沪师忠烈第1陵园。是。我太疏忽了，应该给抗战办个葬礼，通知他家里人。我就是他的家人，他是个孤儿，是我收养了他。记得那一年，是我带着赤卫队刚到营中落脚。我们每次在操场上训练，或是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总有一个男孩光着身子，手里拿个木枪，兴高采烈地跟在我们队伍后面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我们都以为他回家了，可是后来有一次，我经过老乡家的牛棚，我发现他在里边睡觉，身上还盖着稻草。
就收养了他。反正我在颍州也没什么亲人，就当是我的弟弟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大早在城外的空地上发现的，这还有封信。黄先生，您就别打开了吧，兄弟们都已经看过了，怪吓人的。带着他去川岛司令部。先生，那不是在刺激日本人吗？日本人也该受点刺激了。走。太君，还有一封信。念。是。影城的鬼子，继续念。最高指挥官，听着，我萧绎势必光复颍城乃至颍中被你们霸占的地区，全中国人也势必光复全部沦丧的国土。你杀我一个战士，我还你5个鬼头。身子喂了狗，以牙还牙。如果你们日本军人还投的是人胎，还有点军人的味道，那么就别拿手无寸铁的人撒气。咱们军人实刀实枪，战场上见。淞沪师师长萧绎。班长，伤怎么样？好的差不多了。班长有事吗？没事儿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吗？那正好，我也有事情想问问秦班长。好，说吧。我受伤的事情，班长不也表示过要查吗？结果怎么样了？查？谈何容易啊！我能够去独立大队查吗？可验枪验伤证明，不是红英开的枪。不是红英不假，独立大队其他人就不能朝你开枪吧？那天他们冲进了多少人，恐怕连你都没有数清楚吧？可是班长，据我所知，在颍中，除了淞沪时的高级军官配备了勃朗宁手枪，还有就是我们5个人用这种枪。独立大队，包括红英在内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枪。刘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天好像也没有淞沪师的军官在场吧？刘芊芊，你太危险了，竟敢怀疑自己的同志。秦班长，危险的应该是你和那个向我开枪的人。萧绎身经百战，你以为他会放过这个细节？
那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没点动静？这个你应该去问他了。你说的对，萧逸不会忽略这个细节，他一定是有他的计划和打算。钱钱，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得注意：如果我和同志们在营中蒙难了，你一个人还能再回重庆吗？我在老板乃至在委员长眼中的身价，你是清楚的。即便是你倒向萧逸，不再回重庆，你那位背负着党国叛逆罪名的老父亲，怕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你也不用那么紧张。我呢，这只是一种假设。时隔境迁，没有凭据，我谅他萧逸也不敢把我这个军统上校怎么着。再说你嘛，为营中的产供大业挨了一枪，多少可以为你的老父亲脸上添点光彩。我想，这个补赏值。下面的问题是，我们该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？最近同萧逸接触了吗？哪敢啊！秦班长，你不是有纪律吗？你呀，这么冰雪聪明的人，怎么老是不能准确理解我的意思呢？这次你能来营中，就是看中了你同萧逸的这层关系。虽说萧逸限制了我跟同志们的自由，但是对你却未必。秦班长，在同萧逸接触的问题上，你翻手云覆手雨的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好。那我就再对你明确些，利用感情这个东西进门，进了门就要赶快抛下它，剩下的就是任务了。再往深不说吧，只要能进这个门，哪怕是上了他的床呢，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。秦班长，以前不了解你，今天才发现，你真恶心。谁让你是军统的女人呢？就是我这个老牌子军统，也没你这个优势条件呢。好了，秦班长，你有什么命令尽管下吧。去见萧逸，立刻就去。红英跟萧逸现在一定打得火热。办公的场合嘛，你不方便，但是他的家里可以去。从跟他夫人的谈话当中，我们也能推测出他们在想什么，想干什么，好制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。虎子乖，写得不错。嫂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阿姨，你不许走，我还没背会呢。虎子，别缠着红阿姨了，红阿姨还有好多事儿，哪能天天陪着你啊？英子，让长河送送你吧，女孩家走夜路不方便。不用了，嫂子，师座也累了。我送你吧，正好有要紧事要跟你谈。嗯。虎子，来，给妈念念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去哪儿？天这么黑，我送送你吧。这么好心，我看你是对我做了亏心事吧？班长，为什么不跟着他？班长，你不相信他？我对谁都相信，对谁都不相信。特别班的工作纪律是相互监督。去吧。是。
能先问您个问题吗？嗯，您说过要严惩对柳芊芊开黑枪的人，现在怎么没动静了？什么样的动静才算动静啊？柳芊芊明显是被勃朗宁手枪打伤的，师里边很少有军官有这种枪，您应该严查秦淮喜等人。红英啊，你很聪明，但是少城府。很显然，手脚是秦淮喜做的，枪手也在他们之中。你别忘了，他们是训练有素的组织，谁会轻易认账？就连柳芊芊这个成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受害者，都被蒙在鼓里。你让我从何查？怎么查？这么说，这件事情就算了？不可能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以为秦淮喜会因此而老实吗？我不信，他一定会往深处走。等他走到头了，我会让这个军统上校死得心服口服，让重庆方面哑口无言。你呀，真是老谋深算。把你说笑了，我就安心了。毕竟你险些搭上性命，我愧对你。师座，坐吧，说点要紧事儿。廖小姐，请止步。你也敢来？这是司令部。我当然知道是司令部，可师座的家也在里面呢。你们师座是我大哥，冷夫人是我大嫂，这点你们应该都清楚吧？好，开。红英啊，那个叫张柱的，是不是还活动在我身边？这是我们组织的秘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开诚布公？没有秘密啊？那不可能，我们是联合抗战，军事上我服从你，但是组织上……好了，别再给我上课了。说正题吧。抗战牺牲了，情报还在你们特委手上，马上就要光复影城了，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方案。抗战牺牲了，黑姑也重伤未愈，老彭的交通站也被破坏了。看来只有我亲自去一趟影城，打破秘密接头的规矩，直接去特委。你是特委委员吧？反正我可以找到特委的秘密机关。好嘛，共产党的特委委员，淞沪师的政治部主任，两职兼一身。红英，你做事可要公允呐。师座认为我不公允吗？请指出来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们这家子的人，除了我跟你磕磕碰碰，意见相左，这娘俩对你是言听计从，说什么是什么，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我人好呗。我淞沪师没有坏人，你人好，对我的家人固然很重要，可对我来说，有比人好更重要的东西。师座说的更重要，是不是你刚才说的，对你开诚布公，没有秘密？我在颍中已经求得了千军，却没有把你的仪将真正的求到手。你知道吗？你在我眼里，既是良将，也是红颜。
我知道你是个敏感的女人，你应该听得懂我的话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太沉重了，换个轻松的吧。啊，师座，我听着呢，您说吧。我听你嫂子说，她要在淞沪师的年轻军官中，帮你物色个军官做丈夫，被你拒绝了。师座，你怎么又扯到这个上面来了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是不是认为我淞沪师的男人都配不上你？师座，你明知故问。我知道了，是你的组织和信仰在作祟。他是不是真的要成为我们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？师座，你太霸道了。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。霸道，真正的霸道，是终有一天，你必须要回答我今天的问题。见到萧逸了？没见到萧逸？不对呀，见到萧逸，你应该很高兴。要么就是见到了让你最伤心的事儿。班长，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。我掌握了他们的动向。什么动向？谁的动向？萧逸和红英的。哼哼，我美丽的女神终于愤怒了。说。红英要去影城取回日军布防的情报。他是大队长，为什么要亲自冒这个险，不派其他的人去？情报在特委手里，基层的线已经断了，只有他能取回来。好。那我就考考你们这些年轻的同志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起码不能让红英再回淞沪师。很好，再加大点力度，让他们共产党的特委也不复存在。班长，你以为我们在破坏抗战吗？并非如此，共产党同日本人一样，同样是政府和领袖的威胁，甚至大于日本人的威胁。铲除了他们，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为淞沪师提供情报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组织手眼通天。芊芊呐，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你曾说过的一句话：爱情高于使命。那就让爱情之神助你成功吧。马上开会，制定计划。是。陆先生，围棋之道，当属我们日本和贵国雄霸世界吧？也许吧，可是眼下的输赢，说明不了什么。今天我和先生打个赌，我们就算是中日双方在棋盘上见分晓，来预测战争的结局。好啊，即便是游戏，我也要认真喽。在我看来，我已知道实力为其一，认真只能算其二。就拿眼下进行的日中间的战争来说，贵国倾举国之力，不可谓不认真。但现在庞大的国民政府龟缩在西南一隅，抛下你们这些忠诚的子民，就像这颗棋子，
不错，就算你吃掉此子，这里也不能变成黑的。武先生，我身为骄傲的帝国陆军军官，微服拜访您这样一个既没有家又没有权的落难之人，还是第一次。陈老先生，世上有许多事情是同理，就像下棋，你有你的目的，我有我的主张。武先生，我笃信贵国的一句老话：水滴可以穿石。那你就试试，你这滴水能不能穿透我这块顽石？走。武先生，您赢了。承让。不过，棋局并非战场。川岛，改日再来成教。您慢走啊，慢走慢走，请，来了您，来，停，请。这位少奶奶，您是要住店呢，还是打尖吃饭？昨天渠城的一位张老板订的房间安排好了吗？您说的是渠城汉通绸缎庄的张老板？对，那是我家先生。好了，早就安排好了。洪园长，请跟我走。少奶奶，请。一定要。少奶，疼不疼？来。こいつ、お前もうすぐ死ね。おい、状況が悪いぞ。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せるなら、私は本望だ。老太太，我来找个人啊。找人？找什么人呐？这是女御史啊！哦，老太太，对不起。快走！这是女御史啊。你这样是在渠城要扭送警察局的。
看见那个穿黄色旗袍的中国女人吗？中队先生，我们进去把她搜出来。不要，这里地形很复杂，很容易打草惊蛇。把守住各个出口，把她困在饭店里。我即刻回去调宪兵队和黄金溪的便衣队包围饭店，由你们带着搜索指认。是。美丽的中国女兵，没想到路远一别，在这里又见面了。萧逸对你产生了这种想法，我的直觉应该不会错，他已经很霸道地表示过了这种感情。这倒是没有料到的问题。个人情感是组织以外的事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就是换个角度来说，你对他……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我本人也不可能和他相爱。张先生，我现在担心的是萧逸，他会为难独立大队。你的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。根据我们对萧逸的了解，此人性格刚直，但又十分霸道。我们是真心拥戴他抗战呀，他应当看得出来。是啊，他当然看得出来，但残留的军阀意识始终会让他疑神疑鬼。毕竟，他在这个社会上吃过太多的亏。英子，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你怎么回避他的施害，而在于他一旦付出而达不到目的的后果。他的情绪会由沸点而转为冰点，到时候会对你的独立大队造成一定的威胁。张先生，我该怎么办？请组织给我指示。铁血长河冷，潇潇金戈凉。剑为出鞘真正响，丈夫执掌气一方。我有千般爱，爱洒在铁甲银血疆场上。我有千般情，侵蚀了咸水洪流，两茫茫。